Hello， 大家好。犹豫了很久，还是决定出一个 Final Cut Pro 的教程。虽然网上已经有非常多的教程了，也各不相同，但是我会以自己的经验、想法和理解来为大家介绍这款剪辑软件的功能，以及一些用法还有小技巧，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平常呢，我也会出一些好用的插件或者效果的单独视频，并在我的网站提供下载地址。网站的资源呢，也都是免费下载的，大家帮忙点点广告。百度搜索0号 CG 视觉就可以找到我的网站了。OK， 那我们一起开始奇妙的 Final Cut 之旅吧。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Final Cut Pro 的界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暗黑色的感觉，会让你集中精力来做工作。它的界面呢非常简单，现在看到的只有5个区域，分别是编栏、浏览器、检视器、检查器，还有时间线。编栏呢是用来显示资源库以及这个项目还有事件。浏览器是用来查看素材的，我们现在这里边只有1段素材如果有非常多的素材的话，这里面都会显示出来。然后拖动鼠标的话，可以快速的浏览这个素材的内容。检视器是用来显示画面的，就是显示这个素材的画面，包括这个时间线的画面。然后检视器上呢有很多这些小按钮，比如这边这边是显示的这个你目前工程的这个分辨率以及帧率，还有一个声音这里是这个项目的名称。然后这边的按钮呢点下来以后会有很多的选项，我们这个后面再说。检查器呢可以查看和修改画面的各种参数，比如这种的位移缩放剪裁还有这个混合模式还有颜色，还有声音，这个我们后面都会单独拿出来讲。时间线这里很好理解，素材就是放到这里来编辑的，你的片子好不好完全取决于你在这里的奉献OK， 看到这儿，想必大家对 Final Cut Pro 的界面也有了基本的了解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索。Final Cut 建立资源库的方法很简单，我们现在这个界面是没有任何工程和资源库的，所以我们先点击打开资源库，然后点击新建，我们选到桌面吧，新建一个文件夹，用来存放资源库，给它命个名。然后这里的名字呢是资源库的名字，我们也给它命个名。好，现在资源库就建立完成了，我们看可以。好，现在资源库就建立完成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桌面的文件夹，也有了资源库。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小技巧跟大家说一下，资源库呢它默认是把素材还有缓存文件都存到一起的，这样的话我们做视频的时候呢会产生很多缓存，这个资源库它会变得非常的大，有可能你剪一下午视频，这个资源库它会变成几十 G 甚至上百 G 的大小，所以我们现在来给它做一些更改。我们到软件里选择这个资源库，然后来这边选择修改设置，我们把媒体放在刚才新建的文件夹里，和资源库放在一起，缓存呢也把它放在一起，备份呢也把它放在一起。Motion 内容，如果你不用 Motion 做动画的话，这里保持默认就好，如果你不用它的话，它不会产生任何的内容。我们点击好，
修改完成以后呢，它的位置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现在打开存放资源库的这个文件夹，我们可以看到缓存已经被单独的分离出来了。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们的渲染文件呢，它会单独的存到外边。如果你不需要的时候，或者你想重新渲染一遍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删掉，这样会节省空间。我们可以看一下资源库，目前没有任何内容，它只有 186K。 如果你做了一个3到5分钟的视频，那么这个资源库的大小可能也只有几兆的大小，所以还是非常好的。这里要单独说一下这个备份，在你指定了文件夹以后呢，你就不需要管它了，因为 Final Cut 是没有保存功能的，都是自动保存的。万一软件崩掉了也没关系，打开以后呢，还是你刚才的操作，是比较省心的。备份呢，其实是在你的资源库损坏，或者你想查看某一个时间段你做的工程的情况下来用一下。但是呢，有备份总是比没有强的。OK， 这就是建立资源库和修改资源库设置的方法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索。从这里开始，我就直接用快捷键来演示了，这样大家对快捷键的印象也会比较深刻一些。我们建立好资源库以后呢，但是时间线还是空的，需要我们建立项目。我们在这个边栏的地方看一下，我们建立资源库以后呢，它会自动生成一个新的事件，这个事件默认就是当前的日期。如果你再想新建一个的话，你可以按 Option 加 N， 这样就弹出来一个新的事件建立窗口。我们给它重新命名一下，我们给它改个名字。这里的创建新项目一定要勾上，如果你不勾的话，你创建完事件以后，你还需要再次创建一个新的项目，所以我们勾下，所以我们打上对勾，让它一次把两个都创建好。这里呢，可以选择格式，你想要 4K 还是 1080p， 分辨率呢，我们选择1080的，帧数率选择25，这个编码呢就选择苹果的422就可以。点击好，现在时间线就可以滑动了。我们来到边栏，这是我们刚才创建的事件，这是我们刚才创建的项目，我们给它改个名字。现在我们可以把默认生成的这个事件给它删掉 ，Command 加 Delete， 智能精选也删掉。在边栏右键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刚才的新建事件和新建项目，下面还有新建文件夹、关键词精选、智能精选。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在实际项目中呢，关键词精选是比较常用到的。我们来加几个关键词，按 Command 加 Shift 加 K 就会自动新建一个关键词。我们这里把它改一个名字，改成音乐。我们再新建一个，改成音效，再新建一个，改成素材。我这里只是做演示，所以我只创建了3个。在实际项目中呢，会有主机位、侧机位、网络素材、空镜素材等等，所以呢，关键词可以建立很多个，分别做好命名，那你的工程条理就会非常的清晰，对后面的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新建的关键词是为了素材导入做的归类整理。OK， 这就是新建项目和设置的一些方法和小技巧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索。在导入素材前呢，还是建议大家在外部的文件夹里呢，也同样建立和软件里相同的关键词，把素材放进去，这样呢，
不管是在软件外还是在软件内，我们的对素材的管理呢都是非常清晰的。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软件内，我们来说一下 Final Cut Pro 导入素材的方式，一共呢有3种。我们先说第一种是从软件里导入，我们选中刚才创建好的素材关键词，按 Command 加 I 会弹出媒体导入窗口，这里是预览窗口，下面是文件夹的路径。这里我们要重点说一下，就是文件这里我们一定要选择让文件保留在原位。如果说选第一个的话，那么素材会拷贝到资源库里，这样的话你的素材会变成2份相同的素材，所占用的空间呢也会翻1倍，不是很推荐这么做。然后下边的这一些呢我们默认就好。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导入素材，我们选择这个文件夹，然后我们找到素材，我们选中这个，这里呢可以播放也可以拖动，然后我们点击导入，这样呢素材就导入到了我们的素材关键词里面。我们在音乐或者音效里面是找不到这个素材的。第2种导入素材的方式，我们选中音乐关键词，然后我们打开电脑的文件夹，找到音乐，我们在选中音乐关键词的情况下，在文件夹选中音乐，然后直接拖入到软件里面，素材就导入进来了。我们可以看素材这里还是素材，音乐呢多了一个音乐。我们如果点击这个事件的话，那么我们刚才导入的素材都会在这里，但是我们如果点击某一个关键词，它只会显示对应关键词里面的素材。这种方式导入素材的话，前提是你使用媒体导入窗口导入过一次素材，所以让文件保留在原位这个选项是变成了默认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按 Command 加逗号，我们打开设置，在导入这里选择让文件保留在原位，这样的话导入进来的素材就还是保留在原位，没有被拷入到资源库里边。第3种方式呢，是我们直接在外部的文件夹直接选中一个素材，直接拖到时间线上，这样也是可以的。这个最简单了，但是素材呢不会到关键词里面，所以我们到关键词里面是没有的。这个素材呢它会直接在资源库里面，管理和查找起来就不是很方便了。这3种方法呢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实际项目来使用。 OK， 这就是导入素材的方法和小技巧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索。监视器就是用来查看画面的，这部分呢也有一些设置。我们先看这个百分比，这个是对画面的放大缩小的一个选项。我们选择 50% 呢，它会变小。如果选择 150% 的话，这边会有一个小窗口可以来操作画面。我们选择适合。然后第2个显示这里呢，第一个视频观测仪，这个其实是调色来用的。我们可以看，对它的一些 RGB 的颜色会有一些显示。这儿还有一些窗口的分布，比如这种4个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适量的显示器。然后再往下看，质量这里我们一般会选择较好的性能。它会优先让我们顺畅的播放。如果你选较好质量的话，那么配置低的电脑可能播放起来会有些卡，在素材很多的情况下。然后下面媒体播放这个我们后面再说。这里最常用的就是字幕安全框，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加字幕的话，它会有一个安全位置，避免在其他的平台播放的时候会被一些角标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平台上的东西把字幕挡住，这个是比较实用的。接下来我们看左下角的3个小图标，第一个是剪裁功能，可以对画面做出这个变换。我们来试试，放大缩小，然后剪裁画面，然后给画面做一些变形。第二个呢是颜色，如果你选中素材的情况下，你点击平衡颜色，它会自动帮你去调一个颜色，比如它的曝光啊，或者饱和度啊，软件会自动给你调整到一个正常的值。第二个匹配颜色呢，就是我们选中时间线，然后呢，我们想让时间线这个素材来匹配另外一个素材的颜色，比如我匹配这段风景，我可以选择它，那么时间线素材的颜色就会匹配到这个画面的颜色。我们来应用一下。第3个小图标呢是变速功能，有慢速、快速，然后静止，可以给素材放慢50%。我们可以看，这里也显示了放慢50%。我们如果想给它加快2倍的话，那么素材呢，这儿有一个快速200%，快速200%。变速呢有一个快捷键是 Command 加 R， 我们选中素材按 Command 加 R， 就会出来一个，上面会出来一个选项。如果我们选择最后的这一个小黑点，往前拖就是加速，往后拖呢就是做慢速，这个很方便。当我们再摁一次的时候，它会消失。如果我们想把它变成元素的话，就按 Shift 加 N， 素材就会变成元素。然后这里的倒转片段就是相当于倒放，是比较实用的功能，有时候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我们可以试一下。好，我们把倒放关掉。右下角这个是全屏播放，它的快捷键是 Command Shift 加 F， 全屏以后呢会自动播放，按 ESC 就会返回到软件界面里。OK， 这就是显示器的一些功能介绍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索。检查器这里的功能呢，有一部分和显示器的功能是一样的。先看第一个图标下面的复合，混合模式和 PS 还有 AE 的功能是一样的，在 Final 里呢用的也是比较多的。然后下面的不透明度用的也是非常多的。我们看到后边有一个小点儿，这个后面这个小点是用来做关键帧动画的，会 AE 的朋友应该不会陌生。我这里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展示，通过2个小点可以做关键帧动画。我们来试一下，我们选中第一个，给它打一个关键帧，然后把透明度放到0，然后经过2秒再把关键帧放到100，我们播放看一下，画面就有一个黑棋的一个效果。我们再看一遍，我们看到这里的关键帧会跟着这里的数值会根据我们打的关键帧自己来动。再往下就是常规的缩放位移了，比如旋转啊，然后上下挪动位置，左右挪动位置，还有我们的缩放、放大、缩小。裁剪这里和这个监视器里边的功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这里有数值会比较更准确一些。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我在监视器里边
来调动这个的话，那么左边的检视器的数值也会跟着一起来动。变形我们一般用的比较少，防抖动的功能很不错，一般的抖动呢都能解决，但是抖得非常厉害的素材基本就是废素材了，也没有必要去做防抖动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图标，这里是颜色矫正器，有颜色、饱和度、曝光3个选项可以调整，可以对画面做这个简单的处理。我这里简单调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颜色稍微偏蓝一点点。这里我们可以关掉这个选项来看一下对比，大家可以看看，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你需要分级调色的话，那么还是建议去达芬奇来做调色。最后一个图标是音频，这里呢可以控制音频的音量、大小。我们现在先把一个音乐放下来。你可以看，我如果把音量缩小的话，下面的值也就没有了。如果再把它放大的话，下面的波形也会跟着变大。这里呢是音频分析，这个小魔棒是可以自动分析音频，然后自动给出一些效果，但是呢它给的效果往往呢不是很好，我们还是需要自己单独来调的。这个调整只是说对于这个配音或者是现场收的音来做调整，因为我们现在是用的是音乐，所以没有必要调整。后面这个图标呢就是显示素材的一些信息了，它的时长啊，还有编码器啊，还有音频采样率之类的了。OK， 这就是检查器部分的功能。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索。时间线是编辑素材和播放素材的，空格键是开始播放和暂停，然后按 Command 加 L， 我们可以看这里的图标有了变化。我们再试一次， Command L 可以让时间线循环播放。Command 加号是放大时间线，减号是缩小时间线。Shift 加 Z 是将素材缩放到时间线大小，这个很实用。有几种方式呢，把素材放到时间线上。我们先把现在有的先删掉。我们可以看到左侧的图标，这里有3个选项，分别对应的快捷键是 Q、W 和 E。这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选中一个素材，我们来操作一下。我们选中一个素材，摁 Q， 它会直接把素材放到时间线上，而且下边会有一个小黑条。W 会把素材直接插入到鼠标停留的素材中间。这个我们先导入一个素材下来，然后我的鼠标停留在这儿，我选中了这个素材，我选中另一个素材，按 W， 它会直接插入到这个2段素材中间。我们删掉前2个。然后 E 是会把素材直接放到最后一个素材的后面。我们来试一下，我们鼠标放在素材中间，然后按 E， 它会直接放到时间线最后一个素材的后面。我们再试一次，我把鼠标放到这个素材的中间位置，然后选中素材，按 E， 它会直接放到这里，很方便。
在选取素材的时候，我们不能每一次都把一整段素材放到时间线上，所以我们在素材这里先把它放大，然后我们选中我们想要的一段，比如我想要这一段，按快捷键 I 是起点， O 是终点，然后我们把它拖拽到时间线上，或者使用我们刚才说的 QWE 把它放到时间线上，这样会比较方便。然后第4个图标呢，这个很好理解，如果你的视频里带音频的话，你如果不想要音频，你可以选择仅视频，这个意思就是我只是把画面拿下来，音频呢它自动给你删掉了。如果你只需要音频的话呢，我们可以只要音频不要画面，那这个一般都是默认，后面这个就是常用的快捷键了。下一集我们会一起讲快捷键，中间的部分可以快速复制我们的项目，比如我复制一个项目，这就有 test 1，这是我们刚复制出来的。左右两边的箭头可以快速切换项目，比如我切换回 test， 然后我再切换到 test 1，比较方便。如果 test 1里面有一个音效，你想在 test 里边使用它，我们可以快速切换到 test 1里面，然后把它复制，再回到 test 里面把它粘贴，就很方便。右边的第1个小图标，如果你把它关掉的话，我们就不能拖动鼠标来预览素材了。如果打开的话，我们可以拖动鼠标，在不用摁鼠标的情况下就可以查看素材。它的快捷键是 S， 摁 S 关闭，它变灰了以后就关闭了，再摁 S， 变蓝色以后就可以打开，可以滑动。然后第2个图标呢，是对音频的一个预览，我们现在放一个音频下来。我们现在拖动鼠标它是没有声音的，我们把这个打开，我们可以听到，拖动鼠标的话也可以听到音乐的。这个我平常是关掉的，因为比较吵。第3个小图标是独奏选项，如果我们选中素材的情况下按 Option 加 S， 其他的素材会变灰，这个只对音频起作用。如果你有2条或者3条音乐包括音效在一起的话，你可以单独来听其中一个。我们现在恢复一下 Option 加 S。 第4个呢是吸附效果，这里呢我们来把素材删掉，然后我们用 Q 来导入2段素材，然后 Shift Z 缩放时间线。这里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把它关掉的话，我们在对2段素材拼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错位，比如这样就没有对上，我们需要把它放大时间线才能来对准。但是如果我打开这个吸附功能的话，我们再对一次，我们放到这儿以后会有一条小黄线出现，它会让我们吸附到上一个素材的后面，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再来试一下，它会自动吸附。第5个是时间线外观的一些设置，可以调整它的大小啊、宽度啊，还有是否显示预览图的大小。后面2个就是效果和转场了，这个我们之后会单独来讲。OK， 这就是时间线的介绍和功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索。Final Cut 的快捷键很多，在实际项目中呢，我们会经常用到一些快捷键，下面一个一个说一下。A 是选择素材， B 呢是小剪刀，我们可以切割素材，把它切开。
然后 Command 加 B 是快速切割素材 ，Command 加 B 切割完以后，它会自动变成选择素材，很方便。V 呢是关闭素材，音乐或者字幕，我们可以关闭一下。关闭音乐，关闭了就不会再显示了，也没有声音了。再按一下就显示了。然后 Delete 是删除素材，我们选中一个可以把它删除，这个也可以删除。然后 Command 加 Z 是撤回，我们刚删除的两个，把它撤回回来。R 是选择范围，我们可以看拖动一下，我们选择范围，比如我们只选择这一段，如果你想单独输出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用 R 把它选中以后，然后单独导出。我们按 A。同样，除了 R 可以框选范围之外，我们在素材上使用的 I 和 O 也可以框选范围。比如我想输出这一段，我可以在它的起点点 I， 然后在它的末尾处点 O，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激活这个选取部分素材的功能。在选中素材的情况下，我们摁 Shift 加 F 可以快速的找到素材在软件里的位置。比如我们这个素材它在这里，我们如果想找另一个的话 Shift F， 这里会变黄，它会帮你寻找这个素材。同样在选中素材的情况下，按 Command Shift 加 R 可以快速定位素材在硬盘上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 Command Shift 加 R， 我们可以看到直接可以找到这个素材。我们再找另一个素材 Command Shift 加 R， 好，可以快速找到这儿，还是比较方便的。Command 加号和减号我们上一节说过了，是缩放时间线。Shift 加 Z 将素材缩放到时间线大小。在英文输入法下，我们选中一个素材，用大于号或者小于号可以让素材一帧一帧的挪动。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可以让我们很精细的来调整这个素材。同样，也在这个英文的输入法下，使用 Option 加括号可以快速缩短素材。比如我们 Option 括号，我返回一下 Option 括号，它会快速缩短这个素材。如果我们同时选中几个素材的话，按 Option 加括号，它会同时把它缩短。方向键左右是可以一帧一帧查看素材的。我们可以看这儿，看这里。上下键是可以快速选择时间线上的切割点，比如我们刚才切割的几个点，按上下会按上下可以快速选择它这个切割点。J 就是倒放， K 是暂停， L 是播放。如果你多摁2次的话，它会变速，会加速播放。K 暂停。如果倒放的话，多摁几次也是一样的效果。我们来看看。S 是浏览时间线素材的开关，关掉鼠标就没有用了，只能点击来查看。打开就可以随意拖动。Shift S 就是浏览时间线音频的。我们先把音频打开，然后 Shift S， 我们可以听到有声音，先关掉吧。N 就是吸附效果，我们上节都说过。Command 加9是后台任务窗口，这里可以查看渲染速度和导出进度。Command 加0呢是恢复所有窗口默认，比如我现在来调一调它的大小。比如调成这样，我想让它恢复原样 ，Command 加0，它会自动恢复原始大小。
Command 加 C 是复制，加 V 是粘贴，Command 加 E 是导出视频。其实常用的也就是这些了，实际操作几天呢就熟悉了。软件呢也只是个工具，我们的想法和创意才是关键。OK， 这就是 Final Cut 常用的快捷键，后面还会有其他功能的快捷键，讲到的时候我会一起提出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索。我们说一下时间线这里的效果和转场。我们先说这个效果，其实这个效果呢，也只是对这个画面的一些预制效果，比如这种8毫米啊、电影颗粒啊，它会直接对这个画面做出改变。有这个模糊，50年代，这些效果偶尔也可以用一用。下面呢是我装的一些插件，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单独出视频给大家，并且给大家演示一下安装方法和使用方法，然后会把下载地址提供给大家。再往下看呢是音频，这里边也是一些比如 EQ 啊，可以调人声，比如这里有低音的增强器啊，减少高音之类的，都是一些预制好的功能，大家可以用一用。然后我们看转场，转场呢最常用的就是叠画，比如这个交叉叠画，你鼠标拖动的话会看到预览，然后这里是淡出到颜色，俗称的黑场。我们可以找一段素材来试一下。我们先加一个转场，注意跳出这种画面的话，就是证明素材已经没有余量了。什么叫没有余量呢？就我们看这个素材往后拖，已经拖不出来素材了，它已经到头了，所以这变红了。第二个素材呢是它的头也没有素材余量，所以我们要把两个素材剪短一点，然后再接起来，再来加一个转场，就可以加上了。然后转场呢加上以后呢，我们可以调节它的长短，我们播放一下，可以看看效果。这里加转场呢有一个快捷键，我们先 Command Z 给它退回。好，我们选中一段素材的开头，然后摁 Command 加 T， 它会自动给我们加素材加上一个叠画的效果。我们可以调整长短，我们再 Command Z 退回一下，再来试一遍。我们选中一段素材的一边， Command 加 T 会自动加上效果。那么有人会看到了，转场上面也有3个小标志，第一个中间这个呢是来拖动转场在2个素材中间的位置。比如我想让它第一个素材要长一点，第二个素材短一点，我们可以拖动位置，拖动到这儿。那这边的呢是来缩减素材，我们可以把前面的素材缩短一点，然后把后面的素材也缩短一点。就是这个使用方法。好，我们把转场删掉，我们再试一下这个黑场，同样的拿过来，我们播放一下黑场效果。我们删掉，还有一个光源里面的闪光灯，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效果。这个也是比较常用的，我们把它拖过来。闪光灯的效果呢，我们一般用的会比较短一点，所以我们把这个缩短一点，你们看看，这就是闪光灯的效果。
在一些快节奏的片子里是比较常用的。下面这些呢，也是我单独装的一些插件，有机会也分享给大家。OK， 这就是效果和转场的介绍。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索。字幕和发生器呢，在左上角这里，这个第3个选项。这里呢，平常就是给视频加字幕，然后其他的功能呢比较老旧了，一般我们也不会用到。一般上字幕呢，我们会搜索一下这个基本字幕，然后我们把它拖到时间线上，我们选择这个来给它改一下文字，比如改一个春天所以我们播放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这个文字，然后我们选中文字呢，可以上下拖动或者拖动它的位置。删掉。添加文字呢，也有一个快捷键 ，Ctrl 加 T， 直接添加这个基本文字。我们在这个检视器这边呢，可以查看它的字体，可以更改它的字体大小，我们大一点，然后呢，字间距大一点，我们给它换一个字体。换一个有色标题黑，然后呢把它放到下面。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加个阴影。如果是配音比较少的视频呢，可以手动上字幕。多的话建议大家使用一些云字幕或者用拍字幕的软件来制作了，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看到，字幕发生器这里面为什么也会有一些转场效果呢？因为有一些效果它的安装它是需要安装到这里边才能使用的。这个效果呢，我之前出过一期视频，大家可以翻一翻之前的视频看一下，这个是无缝转场的效果。发生器这里呢就比较简单了，这里边呢只有纯色的部分会比较实用，比如我们想做一个 logo，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儿，删掉，然后我们把颜色给它改成白色，然后我们来找一个 logo。好，我们现在来导入一个 logo， 放在这里 ，logo 调整一下大小。然后呢，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转场吗？我们选择这个边，加一个 Command T， 加一个转场。我们播放到这里的时候呢，出 logo。发生器，在我的理解里边，其他的东西比较老旧吧，觉得没什么用，只有单色这里边可以做 logo 的时候可以用一用。其他的一些功能呢，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OK， 这就是字幕和发生器的介绍还有使用。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索。导出视频的快捷键，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按 Command 加 E 会弹出导出文件的窗口。这里呢有3个选项，第一个呢就是给这个视频起个名字，第二个呢选项会比较多一些，也决定了视频的编码格式和大小。第一个格式里面，我们看到最上面的母带录制，第一个格式里面有母带、发布还有广播。母带一般会出这个无损不压缩的文件，但是体积会很大。选择这个母带的话，下面的编码器会跟着更新。比如我们创建视频时候选择的苹果422，
还有一些422 HQ 啊，还有 H.264 为压缩的这些很多编码格式。这种输出的格式可以看最下面的信息，可以看下面的信息是 MOV 格式的，然后旁边有个小电视，它只适合 Mac 设备来播放，然后有大小预估。其实这种格式呢是比较适合素材留存使用的。第二个，我们看仅视频和仅音频，这个就是只输出画面或者只输出音乐啊。我们看这个 Apple 设备，如果选择这个的话，它的格式就变成了 M4V。我们看一下这个小电视这儿，它支持了很多手机的型号和 iPad， 还有 Apple TV、Mac PC， 它都支持，格式是比较宽广的。我们这里如果选择电脑的话，就变成了我们最常用的 MP4。我们看一下，它支持 Mac 和 PC 系统。我们到这个视频编码器这里，我们把 H.264 改成较好的质量。这种格式输出呢，画质不错，体积也比较小，适合各种传播途径来传播。最下面操作这个意思就是它在输出完以后要干什么。我们看到左下角这里边还有一些信息，是我们视频的分辨率、帧速率，然后声音，还有采样率，还有你的片子时长，然后这边有预估的大小。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的话，比如选择一个路径桌面，然后我们点击存储，按 Command 加9，可以看导出进度。这样视频就导出完成了。OK， 这就是导出视频的操作。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索。在实际项目中呢，会接到 4K 拍摄的素材，有些素材是 log 素材，就是灰度的素材，没有颜色的。4K 素材在剪辑过程中呢，对大部分机器呢会产生很大的负担。苹果 M1 芯片的机器呢，暂时除外啊，剪辑量小的 4K 素材还是没有问题的。我的电脑是19年的 MacBook Pro 16寸的，处理器是 i9， 剪辑 4K 的视频呢是有些吃力的，所以呢，我们要对素材呢进行转码。我们先导入一个 4K 素材，这个素材呢它不是灰度的，我们怎么转代理呢？我们右键，然后找到对媒体进行转码。这里呢我们选择创建代理媒体，编码呢我们选择 H.264。帧的尺寸这个地方我们要说一下，这里分辨率我建议大家选1080的。为什么不选更小的960呢？因为你的客户可能在胶片的时候不是只需要 4K 分辨率的片子，也可能会需要一个 1080p 高清的片子。好，我们现在点好，我们看到这儿已经在开始转了。好，已经转换完成了。好，现在转换完成后呢，我们要新建一个 4K 的项目。我们 Command 加 N 新建一个项目，写一个 4K， 然后把分辨率改成 4K， 点击好，然后我们把素材拖进来。好，我们怎么把它切换成代理呢？我们点是显示，选择仅代理。我们看到，如果我选择仅代理以后呢，我们之前的素材，这些素材没有转过码的素材就变成红色的，缺少代理了。而我们现在转好的素材呢，是可以正常显示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编辑这个素材的话，会非常的流畅，就相当于在编辑一个高清的素材。如果我们编辑完成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导出成1080的。如果你需要输出 4K 的视频，
我们在选项这里把这个选项改成原始就可以了。OK， 这就是 4K 素材转码的操作。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索。这节我们介绍一个 Final Cut Pro 的扩展插件，就是这个 Frame。这个插件是比较适合团队协同合作的一个插件。这个插件呢，在国内的这个后期流程中呢，用的比较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给的这个云端的空间只有 1.5G， 非常的小。如果说你需要更大的空间的话，是需要付费的。但是它的功能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说一下。首先你要在它的官网，我们要注册一个账号，我这里已经注册过了，我先登录一下。我们看到我们登录进来以后呢，这是它的后台的界面。我们看这儿，这个只有 1.5GB， 非常的小。使用起来的话，如果传大文件的话，可能1-2个文件就把这个空间给利用完了。我们先来说一下它这个功能吧。这些呢是你注册完账号以后，官方给的一些文件，我们其实也可以用。然后这是文件夹，如果你的团队有3-4个人的话，大家都需要注册一个账号，然后在这里点这个加号。我们有2种方式把它邀请进来。第一种方式呢，是我们输入它的这个邮箱，然后给它发这个邮件，把它邀请进来。第二种呢，是这个分享这个链接，比如我们分享以后，把这个链接发给他，然后他通过这个链接呢，加入到我们这个工作组里边来。这是网页版的，我们还需要在电脑上装一个 app， 就是这个我已经登录完了。然后我们打开 Final Cut， 我们看到左上角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 Frame 的图标，我们点击打开扩展，需要我们输入一下密码。好，我们看到这就是这个我们 Frame 的这个在 Final 里的扩展界面。这个是我们刚才在网站我们的后台看到的一些视频，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预览。预览的同时呢，你可以对这个视频来做标注。比如说这里我觉得草的颜色需要再调整一下，然后我给它标注一下。好，让我们发布。这里就有了我说的，我的头像也出现在这里。当它播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都会点这个头像这儿，会看到我说的草的颜色需要调整一下，然后我画了一个圈儿。这个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返回来，怎么协同工作呢？当我们把这些都安装好以后，然后工作的人员都邀请到一起以后，我们来试一下。比如我想把这个视频分享到这个工作的窗口里，让大家都拿到这个东西，那我们可以在这里新建一个项目，比如说还是 test， 然后我们这里选择公开，就是团队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查看，然后可以下载媒体，我们创建。我们把这个拖到这里，它要上传。好，上传完成要生成缩略图。这里上传完成以后呢，我们在网站这里来刷新一下。我们看旁边会有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项目，我们点进去，也可以看到我刚才上传的这段视频。我们这个视频上传上来以后呢，团队里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也可以实时预览。也可以来标注它这个。我
可以随便标注一些，这是我刚才标注的。当我们预览完成以后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拖到 Final 上，我们点击允许。它正在远程导入资源，导入以后呢，我们可以看正在下载远程媒体，我们要等待一下。好，下载完成以后呢，我们先把这个关掉，这个素材呢就下到了我们的电脑上，我们可以把它拖到时间线上来进行编辑。当然你上传别的东西也是可以的，你上传图片啊，或者是一些音乐呀，都是可以的。这个扩展插件在当前这个疫情的形势下呢，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呢，又介于它这个空间非常小，所以呢，我们使用的人也不是非常的多。但是呢，我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正好有一个3到4人的小团队，我觉得使用一下这个插件还是不错的，也是比较提高这个工作效率的，团队协作方面的能力。这节呢给大家分享一个 Final Cut Pro 的调色插件，叫 Color Finale， 现在它已经是第2代了。这个插件还是比较好用的。这是它的官网，然后它这个买的话其实也不便宜，大概500-600吧人民币。但是它可以使用非常多的 Light 文件，就是 Light 预设然后我们现在打开 Final 看一眼，这是一段这个灰度的素材。我们呢先把这个插件放到素材上，然后我们在这个色彩管理这个地方把颜色配置文件改成采样 log， 这个时候它就会有颜色了。然后我们到这个编辑图层这里，我们打开这个，这里边呢会有很多这个调色的文件这种 Light 预设文件呢在我的网站里也有很多，大家可以去看看。好，我们这里呢我们来选一个这个。好，我们现在看到呢画面已经有颜色了，但是呢它这个曝光有点太高了，我们来加一个这个，来调整一下阴影，曝光也降一些。好，我们想要这个拖拉机呢更红一点，我们可以选择这个6项色亮，然后选择红色，把它的稍微拉高一些，然后亮度低一点点，看一下区别。好，我们调整以后呢，拖拉机变得更红了。好，现在呢画面呢还缺少一些细节，我们再加一个色轮，它的这个中间亮度提高一些，然后阴影再降一点点。太高了，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可以把插件关掉，然后对比一下效果。看到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就是 Final Cut Pro 的一个调色插件 Color Finale。 其实调色的这个插件呢非常的多，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使用这一种，因为它这个除了可以使用这个Light 文件，然后它还自制了一些调色的工具如果你买了这个 Pro 版的话，可以做这个2级调色或者3级调色，其实也是比较方便的，就省得去达芬奇里再做回批了。
调出来的颜色我觉得还是能应付了一般的片子的。OK， 这就是 Final Cut Pro 的一个调色插件，大家喜欢的话最好可以支持一下正版吧。